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天津衛視大型情感節目《愛情保衛戰》。首先，我們來認識一下今天的嘉賓，有請。首先要療癒的是本期第一對情感嘉賓陳先生，38歲，來自黑龍江，職工；趙女士，41歲，來自河北，個體。他們究竟遇到了怎樣的情感困惑呢？目前你倆的感情狀況如何？我比她大3歲，女大3抱金磚，她卻把我當板磚，因為一次隱瞞，換來她對我各種的否定。她霸道多金，在她的視角是寵愛我，在我看來是從我身上找成就感。你們參加節目的目的是什麼？她要面子又要尊嚴，我想對她說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想對她全心全意的好。我想摘掉小白臉的帽子，我不想那麼依賴她，我就希望我們的戀愛能更純粹、更平等。聽起来好像核心矛盾都沒有解決，這看來一時半會兒這婚是結不了哈。誰要來的呀？是我想來的。因為我是婚禮策劃公司的老闆，然後他的一個好哥們兒是我的客戶，完他作為伴郎的身份，完我們就加微信了，一來二去聊得還不錯。所以是你先聊的他？对。你當時看上他啥了？因為我覺得他比我小3歲，肯定有活力唄，而且呢，我覺得也比較帥氣，也比較陽光。男生當時怎麼就在一起了呢？剛接觸的時候，我覺得他身上的一些特質很吸引我，成熟大方，有魅力，跟他在一起相處很舒服，自然而然的就走到一起了。就聽起來一開始的相遇、相知、相戀都挺美好的哈。是。那這後來咋緣分就變成煩惱了呢？因為醫生說我的輸卵管天生是有問題的，就是我不能正常懷孕。當時我都沒有做好心理建設，我不知道該怎麼跟他說。這個是你們談戀愛之後你才發現的是嗎？對對對。你告訴他了嗎？我還沒有想好怎麼告訴他呢。那什麼時候男生發現的呀？有一次就是也很巧，他讓我去他的家裡去找一些東西，我也沒想到，就是打開抽屉就發現這個他那個檢查那個報告了。當時讓我確實挺生氣的，在我看來這就是完全在隱瞞我，在欺騙我。你得給我一個消化的過程，因為誰攤到這個事兒都感覺還跟晴天霹靂一樣。我消化好了以後，我肯定會告訴你。不，如果他第一時間告訴了你，你會是什麼樣的反應？其實對於這個事兒，不是說就100%咱們治不了了，咱北京也好，上海也好，就國內不行國外。我認為就是哪怕只有這0.1%的幾率，那我願意就是我陪着他，我們一起去面對去做這個嘗試。說實話，我的年齡也不小了，就我肯定也想要一個自己的孩子。但如果說嘗試失敗，你能夠接受嗎？我能夠接受，但是我們的問題出在不是說嘗試失敗或者是有困難，而是他並不願意面對這個事兒，就是很消極、很反感的態度。所以你介意的不是他萬一不能生育，而是介意他的隱瞞和不積極面對，是嗎？對，他只會認為我在強迫他，我都想不明白了。就我覺得明明他的身體出問題了，就怎麼就不能積極的面对去治療呢？想過治療嗎，女士？我想過，因為作為一個女性，我當然願意幫她生一個孩子。但是當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，我覺得我真的有點無法接受。那你準備怎麼面對？咱們今天打開天窗說亮話。我有配合，但是我覺得這個事情，如果你就是用中藥方法或者吃一些偏方也可以，我會配合的。他是說他配合，但是他这個事兒他並不積極。然後他的方式就是在物質上補償我，衣服啊、褲子、鞋子，包括手錶啊，甚至後來還送我一輛汽車。我覺得既然我選擇跟你在一起，我條件也很好，而且我希望就是說給你更好的物質生活，而且我也想彌補你。我需要嗎？我是不是需要這個東西？車你沒要是嗎？沒有，因為就是我覺得還是有點貴重，就好像他在拿錢砸我一樣。咱誰也別藏着掖着，你是不是就不想要孩子了？想要，那你怎麼不積極治療？你彌補什麼呀？因為我不知道吃多久会有成效。即使你內心很清楚，有很大的概率是医治不了的。对，我覺得醫生說的其實人家挺直白的。那就不要自然哦，人工受孕啊。我家裡人不太同意，我覺得他對我的身體傷害還挺大的，我也不知道他一次會不會成功。一次不成功2次了，2次受不了就不要了，咱至少試過了。但身邊的人確實說做試管挺痛苦，就是我能接受，如果要是可以吃中藥或者吃偏方，我願意自然受孕，但是我不想接受試管。好。我覺得這是他自由啊，咱把這個事情弄清楚了。先生，你聽明白了吧？不是他不積極治療啊，是他無法接受任何非自然受孕的方式。第二個，說說你們之間的感情。就我們想結婚，但是
現在面臨的問題很多。比如说呢，他拿钱砸你，你不舒服。比如说他这个人就是专横霸道吧，我觉得不太尊重我。比如，首先是乱动我的東西，然后就是无論做什麼事兒，他也不會和我商量。舉個例子嘛。我喜歡養一些小寵物，裡邊有一些爬行動物，他確實不喜歡。我說那你不喜歡，你也不了解，那咱別碰這個東西，我自己來照顧就好。就是他也不聽，趁我出差的時候，他就去幫我照顧這些東西。但是我走之前都已經設置好了，就不用管，他完全可以堅持到我回來。這你不應該感謝他嗎？他不顧自己的反感去照顧你的小寵物。我覺得我用我的方式去愛他，我覺得我給他提供很好的物質，然後包括他身邊的人有求基本有必應。而且他的兄弟辦婚禮，我基本是打5折，就是以成本價。但是我覺得他都不領情，他覺得我都是強加給他的，就是丟了他的面子了。就是老師，我生氣的就是他不跟我商量。比如說我前段時間換了個工作，這個新工作呢，這個工作單位離我就是現在的住址可能就稍微遠了一點。他倒是好，就是完全在我不知情，就沒通知我的情況下，就把我家給搬了，就我還不知道。之前住的房子的環境確實老破小不太好，而且你還要養你所謂那些寵物，其實去幫你那寵物都很佔地兒的。我覺得幫你換一個好一點的生活環境，那不好嗎？你是不是應該尊重我的？而且你可以早起通勤的時候可以多睡幾分鐘。我覺得我作為你的女朋友，我覺得這樣做那擱別人還求之不得呢。那就改善一下住房價，不用你出錢，都是我來出錢，你接受就好了嘛。就老師，您看他就總是這麼強勢，他連我話都不讓我說完。那你這個事兒是不是應該尊重我的個人意願？我又不是說你的什麼一個寵物倉鼠，你說打包帶走就給我打包帶走了。那他要提前跟你說了，你接受嗎？這個不是不能接受，我只是需要溝通，你需要尊重我的個人意願嗎？不，那你就現在說你的意願，他現在就是跟你商量，你願意嗎？對，我願意可以搬。那你在這兒幹啥呢？你不也是願意搬？對啊，我覺得結果達到好了不就可以了？就我們生活中很多事兒都是這樣，他都不會問我。不跟你商量啊。而且我覺得我搬這個房子，老師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你幫他的那些小寵物搬過去了嗎？搬過去了呀。真的？對。你要是真強勢，你跟他說，有我沒蛇，有我沒蜘蛛，你選。哎，我問他跟你這麼說過嗎？沒有。就是我受不了，你要愛我，你就放棄他們。他一切都用他的錢去解決。對，就是他什麼問題，就是他都是用他的錢來解決。那你收過他的禮物，收過他的錢嗎？我收過。你們家人呢？我們兩個就是更多的就是還是我們兩個這件事，家裡就是可能摻和的更少一些吧。你爸媽欣賞你的女朋友嗎？他媽媽並不喜歡我，因為我比他大3歲，他覺得我的年齡不是很佔優勢。見過面啊？對，其實我之前他媽媽生病了以後，我有放下身價，我有去拿這個就是找着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，我去表現自己。然後呢？但是他還覺得不領情。那你們的這些朋友支持你倆在一起嗎？說起這個更生氣，老師，因為他很少帶我出席他的就是兄弟聚會。我覺得我是他的正牌女友，我自身條件很好，我為什麼不能出席？我有那麼拿不出手嗎？然後我就覺得我也跟這個事兒跟他去吵過呀，他就找各種理由搪塞我。其實不是不願意帶他去，老師。就是我們朋友之間聚會坐一起，無非就是喝酒、吹牛。就當我每次帶他去的時候，他就是性格可能太外放了，他就表現得也很強勢。他的強勢不只體現在我們的生活當中，他還會把這種強勢就傳遞這種壓力傳遞到給我的朋友們，比如什麼不思進取，或者是說什麼紙上談兵這一類的，就搞得大家都不開心，而且都很拘束。我覺得是你自尊心在作祟，因為我覺得我肯定是年長你幾歲，就是從工作經驗上，我打理一家公司，我的員工基本是男的多，我的性格是比較偏男孩子性格，不是那種很小女生，也不是很唧唧歪歪那種類型，而且你也沒有給我創造，你帶我去其他場合，我也不一定非要說教呀，這不叫說教，我只是說的有感而言，大家喝完酒以後就是說一說工作上，說一說閱歷而已，在他看來就是覺得我陰陽他的朋友了。那二位今天來，女士想來的是吧？對，我想來，老師，因為我覺得我們已經就是相處了1年半，感情當中肯定是有基礎的，而且我很享受他帶給我的一些活力，所以我希望今天上節目，希望能老師給我們出招，我希望我們還能繼續下去。那如果他就是你對他好也不行，不好也不行，你願意分手嗎？我挺糾結的。就是其實也有過想分手，因為覺得無處使勁兒啊，已經用盡全力，但是得不到一個愉快舒適的結果，也動搖了，是吧？對。男生呢，想分手嗎？我也不想分手，就我們在一起時間也不短，1年半了啊。你說沒有感情，那肯定是假的。
就我們之間的这些問題吧，如果啥問題？就是他的強勢，還有就我希望他能改變他現在這個強勢、這個獨特專行的這行事風格，改成什麼樣？就小鳥依人嗎？起碼能夠，咱們不是說小女人，起碼應該尊重我的個人意願。那他要改成那種凡事都商量，什麼都跟你共同討論，他可能就沒能力賺錢了。如果他改不了呢？這一點改不了，他可能已經融進自己血液裡了。对，改不了他就是個女老板。我覺得如果他是改不了，我們可能就到這兒了。就到這兒了。行，那我再問你一個問題：他改了，他不強勢了，但他由於改了之後也賺不來錢了，你願意嗎？我願意，我願意。好，聽懂了，真心話哈。真心話。我覺得2位都是30多歲、40左右的人了，也都沒有經歷過婚姻，我相信你們還是誠心誠意想有個好結果的。但是走到今天，有這麼多的困惑和解決不了的難題，該何去何從？聽聽老師們的建議。作為一個女老板，在自己的男友面前呈現你有錢的優越感的時候，她更加展現的就是沒錢的自卑感。男人的自尊心有時候比玻璃還要脆弱。不能生孩子，這不是你的錯，但隱瞞可能不能生孩子，這就是你對他的不尊重。你認為自己內疚、虧欠，所以你剛才用了一個詞，我記下來了，叫補償，這也是自私的，就是自己的心理平衡和自己的心安。我彌補你唄，讓你說不出口唄，讓你感恩我唄。你確實這麼想的吧？他是有自尊心的，當然他也享受你為他買單，你為他買衣服，但他的底線是不能接受你的汽車。談戀愛，他就是平等的，我們更多釋放的，那就是感情就可以了，很簡單，很純粹。謝謝，謝謝老師，謝謝老師。剛才嚴老師問這位男士，如果說女方她沒錢了，她變得溫柔，你能不能接受？你說能，我不相信，因為現實不會是這樣的，所以你敢這麼說。而且呢，長這麼大，我第一次聽到說哪個女生說跟男的說我挺寵這男的的。你不差，女生因為不能生孩子的問題，這個隱瞞是所有的事情的導火索，引起了女生的這個內心的自卑感。而且這種過度的這種付出啊，自我感動，然後病態的這種執念，覺得我這麼寵你，對吧？我對你這麼好，我給你這麼花錢，那你虧不虧欠我呀？你還不能對我好一點嗎？一個人啊，他過度的自卑呢，他的行為就是扭曲的。女生很擰巴，而男方呢，典型的這個軟飯硬吃啊。就禮物這個事兒，我解釋一下。我覺得就是我們在戀愛當中互送禮物，這是正常的。就是他是送我了，我是沒有他的條件好，當然我也會在我的能力範圍之內，我也送他的東西。我不是說只收不送。你要這麼說的話，那就沒有哪一對兒，即使是人家貪圖別人什麼，表面上也會做點什麼的。就反正你的態度就是啊，我在我朋友面前，我也不想這個太公開啊，我也不是內心徹徹底底的接納啊，我接受東西，但是我又不能太共情於你，然後你給他的是一種隱形的心理打壓。人家姑娘一片赤誠之心，人家條件也挺好的，而且女生現在有很多男生既帥又選擇丁克，你可以考慮一下。然後男生給句痛快話，別鈍刀子剌肉啊！我覺得女生從頭到尾，除了你選人選的不對啊，你的做法沒有做錯的。什麼叫隱瞞呀？跟你好了以後去體檢，發現自己有問題，這是她的隱私，是她的難過，是她作為一個女性可能不能當媽媽的這種痛苦。為什麼要跟你分享呢？你能幫她什麼？她自己去消化一下，吸收一下，找一個合適的機會再告訴你就怎麼了。我不是说我跟你談戀愛之前就故意隱瞞，你說哎，親愛的，咱倆好了以後什麼時候結婚生孩子成立一個家，你隱瞞了，你沒告訴人家你不能生育，我覺得這叫隱瞞。我覺得他沒瞞呀，他晚幾天跟你說這就不行了。所以這點我覺得女生也別給自己扣帽子。其次我認為你倆是標準的姐弟戀，這個姐姐是做到了姐姐樣的，
你要说我就喜歡我的老破小，我喜歡我的尊嚴，我不想占你女生的便宜，你居然把我東西搬過去了，我很生氣，那我占你不也搬過去了嗎？你也說了，我當然喜歡了，我就是覺得你不跟我商量，那你不是莫名其妙的尊嚴嗎？女生出力不討好，我也不知道你咋想的。你一女老闆，你做事情雷厲風行，你怎麼談戀愛磨磨唧唧、肉肉乎乎的？對呀，他就是個不領情的人，你費什麼勁呢？你是要當姐姐的沒問題，那你去找一個真弟弟。什麼叫真弟弟？我拿着姐姐的錢，我開心，我還得哄姐姐開心。人家給我提供物質了呀，為什麼不提供情緒價值？我還得在我朋友面前說，我家那口子來了啊，你們都給我立正了啊，不許胡說八道啊，你們都要讓我姐開心。這是做弟弟的，所以你沒找對人嘛，你就好好去找個弟弟，不合適就早點散。你養你的小動物，住你的老破小，也能找到屬於你的風平浪靜的幸福。你做你的女強人，做你的姐姐範兒，你也能找到能夠和你相親相愛的弟弟。祝你們各自安好，謝謝。行，謝謝老師。謝謝老師。其實關於生育這個話題，真的挺沉重的。我們作為女性在這邊還是很能感同身受。的確，兩性關係當中，我不能隱藏我的身體上的缺陷，但是又從人性跟女性的角度來講，我又特別理解這位姐姐。因為當一個女人知道她自己在生育層面有所缺陷的時候，她內心的第一反應一定是自卑。我覺得她不是要一直隱瞞，而是只是她當下她沒有想好怎麼去開口。其實我覺得這裡有一個細節哈，先生，您能在家裡面翻到這個體檢報告，有沒有種可能性，她的潛意識希望你能看到？如果當一個女人真想從頭到尾欺騙你的時候，這個體檢報告她都不會拿回家，當場就撕了。但這個問題在於什麼？您沒有站在一個更高的維度去看待她的感受，你對她的這所有的付出，你看到的不是感動，不是理解，你給出去的是拒絕。你拒絕她，她就越焦慮，她覺得她就是自卑的，我是慚愧的，我可能現在沒有辦法給你生兒育女，我覺得我的價值是不夠的，所以我只能苦苦的付出我現在能有的東西。我可能沒有那麼多青春了，我只有錢，我給你。但是你面對他一次又一次的示好，你給的是什麼？沒有回應。沒有回應就是絕境。不要再用你的沉默或者拒絕代替了這種溝通，告訴他你也很需要他，告訴他你可以接受他的一切。如果你接受不了他的一切，接受不了他的缺点，那你現在跟他切斷，就是對他最好的保護，也是對他的尊重。謝謝木姐。如果想更多了解木姐的朋友呢，可以通過非常簡單的方法找到她。我們在微信公眾號當中搜索木姐，添加關注。那記得回復愛情保衛戰5個字，可以獲得我們的新人禮。男士，你沒有感覺到，就是當他沒有辦法去正視自己可能生不了孩子這件事情的時候，他用自己的財力去婉轉地表達了說，我雖然生不了孩子，但我用這些能不能留住你？我覺得這對於一個商場女強人而言，她已經做出了最大的自尊上的折損。你一直都在說她不積極的去配合這個治療，我覺得你把這個事情看得真的很簡單，就是這個治療不僅僅是要經歷身體上的痛苦，這都不算事兒。真正痛苦的是一次如果不成的話，2次如果不成的話，每次這個過後的那種絕望感，這個是對於一個女性而言是接二連三的打擊。她對於這段關係的留戀，是因為她還有那麼一點點很傳統的東西在，她覺得人這輩子就是要有一個伴兒，有一個完整的家庭，但是不一定非得是你，也不一定非要一個孩子。她要給自己的人生兜轉轉那麼多年，遇見了你，她想珍惜這段關係，她也一定會珍惜好。每一個人在一段關係當中，我可以說是所有人都是有取有捨的，不可能讓這段關係當中橫衝直撞，什麼都依着你的想法來，那不能說是理想化，那太戲劇化了。但戲劇總會落幕。所以你們愛情的帷幕其實才剛拉開，那至於是讓它落幕，還是謝幕，還是繼續開幕，你們自己定，好吧？帶着老師們的建議，請各自回到門後邊，請回。登錄
微信搜索“爱情保卫戰”官微視頻號，在每天晚上的8點呢，我們的導師會來到直播間解答您的情感困惑，還有機會連麥互動。有情感困惑的觀眾朋友呢，可以通過登錄微信搜索“愛情保衛戰”官微的視頻號和公眾號，記得我們不收取任何的費用，小心上當受騙。那看看這對情侶他們會何去何從呢？請開門。我認為不出來的可能性也有的，可能會不出來的，男生可能就不出來了，都不出來了，都不出來了，都不會出來了。哎，還是祝福他們各自擁有更好的前程吧，哈，因為我覺得兩個人其實還是真心付出了，不匹配，那就各自分開。好了，我們看一下下一對情侶他們遇到的困惑又會是怎樣呢？請開門。本期第2對情感嘉賓小葉，23歲，來自雲南，自由職業；小佳，23歲，來自山東，自由職業。那麼，他們又遇到了怎樣的情感困惑？這次來節目，想讓老師們怎麼幫你？我倆現在都是吃演戲這碗飯的，他沒我外在條件好，而且還總愛四處留情。我希望他退出演藝圈，只留我一個人幹這行就行了。他總說我管不住自己，不配擁有長久的愛情。我希望老師們幫我解決很多誤會，我也希望我倆可以走向婚姻。我管不住自己，但他能管我一輩子。那你們眼下遇到了什麼問題？我犯了所有男人都會犯的錯誤，但他僅憑這一點就抹殺了我所有的好。我做飯好，脾氣好，還很會給他提供情緒價值。他跟前任有情債，他不覺得自己渣。他跟月圓因戲生情，他不覺得自己是中央空調，像個孔雀一樣逮誰給誰開屏。我这男生怎麼聽小片你那麼油膩呀？20出頭就什麼犯了男人犯的錯誤，怎麼回事？誰先講講？就是我們談戀愛有一段時間了嘛，我們兩個的這一段關係還是整體來說算是比較甜蜜的。但是我就有一些問題，就是我們這段關係裡面跨不過去的一個坎兒。之前的時候我們本來是在成都上學，畢業之後也可以留在成都發展，但他跟我講說，哎呀，我們去西安，西安是短居大省，西安發展好，我就跟着一起去了。結果到了之後，我才發現他是要躲他的前女友。沒有躲前女友，因為西安確實就是短居大省，我們去了西安以後，確實活也很多了。那你一開始是不是沒告訴我嘛？你給講講有啥情債啊？他當時那個前女友特別的極端，離不開他，說如果離開他的話過不下去了。然後呢，他就冷處理，就是拉黑刪除啊，不理會。我也不知道他前女友到底就是什麼辦法加到了我的微信，就說啊，他這樣對我，下一個你就是明天的我。他怎麼對人家了？我沒對人家怎麼做，那個前女友本身她就是一個很極端的一個情緒，沒想到說我們分手以後，她還能去找我現在的女朋友去，就是去牽扯這些事兒。那所以說，我覺得對於那麼一個極端的人，我們就冷處理嘛，那不然越惹他，他越給我女朋友那個發這些東西。哎，你和前女友分手多長時間之後和現任好的呀？沒多久和他好了，就無縫銜接咯。對，所以我也就擔心這個，然後我就很內耗，我說萬一他真這麼怎麼辦？那我人家朋友出去怎麼說我呀？怎麼見到我？那我們談戀愛是我們自己的事兒，你跟人家又扯不上關係。所以我讓你處理好跟他的關係啊。對，我去處理了呀。那現在處理好了嗎？還是沒有，他還是一直不停的找我說，哎呀，這樣話惹草的，就這種話。那他說什麼你就信什麼，純粹就是躲不掉的這種哈。啊，那你現在還和前女友就沒拉黑刪除嗎？女生，我把他刪掉了，但是他有的時候還是會用換別的號碼，然後給我打。那還給男生發嗎？沒給我發過，因為我一開始就給他拉黑刪除了。不是，你知道他之前這段戀愛這麼偏激嗎？不知道，就跟他好了。還有啥事兒呢？剛才好像聽他什麼怎麼說他來着？拍戲的時候沾花惹草啊，对。就是我們不是拍短劇嘛，然後當時剛到西安的時候，也是我們剛畢業沒多久，然後2個新人演員嘛，都是沒有什麼資料，就是不太好接活，但是我嘛就是長得比較漂亮，然後接活呢就比他順利一點，然後他就比較的就是着急，然後後面好不容易接到一個角色，是一個女配的備胎的其中之一，當時那個女生是一個
30來歲，離婚帶個娃，然後呢加他的微信，就跟他講，哎呀，那個小葉呀，我們呢第一次合作，我呢又是剛剛接觸這個演藝圈，我也不太會演戲，純粹是為了幫我朋友的忙我們兩個就為了能這個戲更加真實一點，我把你的微信朋友圈呀也全都看完了，我希望我們能再看一下對方的抖音、微博，互相的深入了解一下對方的過去，才能更好的去帶入到戲份裡面去。我觉得这他们要演情侣。那我們做這一行的，我們確實兩個陌生人要去演那種親密戲，我們確實應該說提前了解一下。後來他們彼此了解到什麼程度了？我覺得就是拍完戲之後那你這個情侶關係就結束了，是不是？他沒有，兩個人出去約會，去歡樂谷玩去了。結果晚上回家跟我講說，寶寶你知道嗎？我給你道歉，那個女生她給我表白，我尋思就拍3天的戲，這啥魅力給人迷這樣呢？你咋回事啊？那你跟他去玩啥呢？那我想的是多條朋友多條路，並且他年齡也在那兒嘛，然後我就沒想那麼多，我覺得說可能就只是單純。你怎麼可能沒想那麼多？他什麼心思你能看不出來嗎？那我一開始去我也沒想到說他會說給我表白這件事兒。他要不跟你表白，你還會繼續跟他來往是吧？說實話，我這個人挺利益的，那如果說他有什麼戲啊什麼能給我推一下，那我可能還會來往一下。利用人家嗎？他喜歡你，你有點怕了，所以回來告訴女朋友了。他還會為了利益幹什麼你認為不妥的事兒嗎？就他這個人特別的市儈，他前面的時候我不講說他不太好接到角色嘛，然後後面他的朋友也不知道在哪認識個選角導演，就給他推過去。完事兒呢，他去托他爸媽在國外給他買了個包回來，說是要送給我，但結果他送給的是那個選角導演，送包這些我也都能理解，畢竟人情世故嘛，你想多接活。那後面讓我接受不了就是他後面去那個選角就叫他半夜去酒吧，然後叫他過去買單，然後他也不告訴我。選角導演是女的啊？結賬這個事本來我覺得就沒有問題啊。我去了，我確實也認識到了一些新的選角導演啊，他們也會給我推新的戲，我也會認識新的人，人家確確實實也給我推了人脈。那我去結個賬幹什麼的？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正常的關係，就他覺得他是這個利益的這個獲得方，但實際上人家那個導演肯定就跟他朋友這樣說：“哎呀，我一會兒打個電話，這舔狗就過來給我買單了，屁顛屁顛就過來了。”他就這樣覺得。人家說你看來人家覺得我是個舔狗，那確實也推活了呀。還有什麼讓你不滿意的嗎？然後後面那個他的那個所謂的選角導演啊，他送包的時候給他打電話說：“哎呀姐，我就認你這麼一個姐姐，你就是我親姐，就認了個乾姐姐。”然後他所謂的這個姐姐半夜喝多了，給他打電話說：“哎呀，能不能就是來接我回家？”那如果真的是姐姐關係的話，他姐姐喝多了，我跟着一起去照顧一下，是不是沒有毛病吧？沒毛病，對吧？結果那姐姐看到我之後，第一句話什麼？哎，早知道女朋友過來，我就不叫你來了。我這個事情本來它就是一個誤會，怎麼就誤會了？如果一個正常的關係，那你一個你姐姐喝多了，我身為一個女生，她喝多，她如果吐，我是不是給她送廁所去？你能進女廁所嗎？那這個事情，他本來他就是一個喝醉了的人，喝醉了的人他是沒有理智的，他不夠，但是情緒。那他最後也沒上車呀，他見我過去了不上車了，說那我自己走了。那你想象一下嘛，那如果人家打一個電話，能自己走嗎？幹嘛打電話叫你過來呢？那他可能平時我經常逢年過節給人發個消息，剛好看到我了，那喝醉了剛好滑到我說想讓我過去幫個忙，去接應一下。他沒有朋友嗎？就只找你嗎？打斷一下，這樣的姐姐多嗎？姐姐類型的沒有了，但是她生活當中就是拍戲的裡面，就哎呀，化妝師、道具師、服裝組各種的女生，包括女演員的微信都要加，人家備註是什麼 A 點括弧服裝師小花，然後喜歡小狗啊，正在減肥。啊，備註這麼長？對，然後把人的生日也給人家備註上，還有那個讓我們看看吗？還有這樣做備註的？我帶了，我有證據的。來看看514。你看，生日不吃青菜啊，不吃辣，不吃香菜啊，都是愛喝咖啡，喜歡狗啊。那後邊那個標準那是咖啡，那是狗胡蘿蔔，胡蘿蔔啥意思啊？就是愛吃胡蘿蔔。哦，哇，你男朋友以後做公關做銷售很好哎。那個化妝組那個916後面那個紅的一槓那是什麼呀？口紅。那個綠的那是什麼？蔬菜啊，吃素的，就是不吃蔬菜。哎，那藍的是什麼呀？那個藍的和橙子那是什麼呀？愛吃藍莓和橙子。
嚯！那个造型师是养宠物的是吧？喜欢狗有养宠物的，喜欢猫的，喜欢狗的，爱喝酒的。哎呦，还有减肥中的呢。对，咱们都没见过世面一样。我都经常不备注，回头都不知道是谁受教了。咱们这个圈都已经卷成这样了吗？哎呦天啊！哎呦，白老师做了这么多年演员，红了这么多年，不知道还有这个看过吧？天哪，真的是让我太惊讶了，你让我开眼界了，这长见识了。其实女生就很不放心他这种社交的方式，或者和异性相处的方式，是吧？对。那你們規劃過未來嗎？規劃過，確實我也承認，可能有些地方確實做得不對，所以我想着說，也給他做一些保證啊什麼。我說簽一個對賭協議，就是我爸媽在大理給我有一套那個婚房留着嘛。然後我說，如果我倆結婚了，然後我做了什麼實質性的出軌的問題啊什麼的，就把這個婚房就直接過渡給他。但是他不樂意了，他覺得說，這是在對婚姻的一個褻瀆。結婚就是兩個人，我愛你，你愛我，然後因為我們很相愛，所以我們要結婚，而不是說我為了給你這個安全感，為了你不離開我，所以我們要結婚。哎，他不在小片中，男生還自詡自己什麼來着？會做飯什麼，覺得自己特好，是吧？對，因為我覺得除了這個就沾花惹草這個事兒，你還承認你沾花惹草？哎呀，就可能有一點那個問題吧。但是呢，我在其他方面，我覺得對他沒有毛病。我自認為是這個三個好男人嘛。哪兒三好？就一好呢，就是他平時他拍短劇回來，他會可能腰酸背疼啊，我會給他按下摸。然後他有時候他跟我說站一天站累了，我就給他接熱水，給他洗腳。然後他每次回來，我就會給他把那個飯做好。二好就是給他提供情緒價值嘛。然後還有一個三好呢，就是他每次他喜歡，比如說女孩愛美嘛，喜歡拍照片。然後每次出去，我都買了一堆那種奇奇怪怪的一些相機，給他拍一堆照片。那些照片100張裡有90張最少都是他的，這就我覺得我對他還挺好的一些地方吧。那訴求是啥？你們今天來的訴求是什麼呀？就我想讓他，我覺得他不太適合當演員，就是太容易去說，哦，我覺得為了我的利益，然後所以我去接觸其他女生，我不太能接受這個，就是這個設定吧。問題是演員要接觸這一些異性，其他的行業也要接觸啊。對呀。我覺得是能解決的，我本質上也能改，所以我才敢說去跟他簽這個對賭協議。因為我覺得我之前可能確實也犯過錯。不是，你到底犯啥錯了？就是他說的那些，他覺得沾花惹草，我陪那些就是什麼選角導演出去喝酒，送人家回家這些事兒嘛。那小伙子，男生，那麼我們索性就具體一點，您這個對賭協議敢不敢再往前移？移到自己如果曖昧也屬於他，你敢嗎？那我回去我再研究一下吧。好，所以女生訴求其實是不想讓他沾花惹草，咱別說那麼嚴重，改掉這個和女生邊界不清的這個壞毛病，是吧？所以你並不是來分手的。就我也挺喜歡他的，他也對我很好，然後就是兩個事情就左右腦互搏，我就覺得他對我好，又覺得他對別的女生也好。男生的訴求是什麼呀？我的訴求就是不希望分手。好，那究竟該何去何從？聽聽老師們的建議。我們經常說，男人要經得起誘惑，女人要耐得住寂寞。很顯然，這個男人在自己事業的發展面前，他經不起誘惑，而且他主動的去擁抱誘惑。這不是職業的問題，而是你內心的認知的問題。我認為你現在最重要的是定位自己，修正自己。作為女友，換工作解決不了問題，關鍵是他內心。如果他內心有了一種正確的打開方式，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核心和關鍵。謝謝。弟弟，你讓我好有壓力呀！我突然回顧了一下自己以往的人生，我覺得自己太沒眼力見兒了。跟你相比，如果你想成為一個更有機會的演員，首先你要正確的認知自己，認知自己的外形條件，選對自己的戲路，然後心思花在如何提高自己。你想走下去這一行，然後你要提高你的演技。你現在別說你提高演技了，你先知道什麼是表演，你先摸着這個門兒，再談什麼叫演技。而且吧，你這個心思呀，
太多太雜，大老爺們兒以降低自己人格的方式、卑微的方式去換取機會，他能長久嗎？這位男生，你是一個骨子裡呀就很自卑的人，你太着急證明你自己了。反正女生哈，如果是我是你的話，我是应該不会選擇。哎，这就是我的想法。男生刚才一直口口声声说啊，我年輕，所以我犯錯，你原諒我嘛，我改正啊，我願意拿出房子來做賭注，怎麼就能這麼張口就來？這叫空口，對，無效。我們定性之後再說定情。對，你把情看得太淺薄了，張嘴就來啊！我承諾我再也不和人曖昧了，請你先做出忠誠於情感的事兒來。你與其記住別人是愛喝奶茶還是愛吃辣，不如記好你的台詞，表演好你的每一個細節。先定性，再定情。記住這句話，我勸你們就不要把心思放在這段感情上，也不要放在對方身上了，好好發展自我。你們的感情順其自然，水到渠成，也可能風來了，你們也就散。好，謝謝。男方動機背後都能看得出來，你想搏上位。如果你真的想在演藝圈去獲得資源，那你這個資源為什麼沒有共享給你的女朋友呢？那她對你來說是什麼？是備胎嗎？是現在在你落魄的時候陪伴你度過的女朋友嗎？那會不會有一天當你真的功成名就，你火的時候一腳就把她踹了？因為你可以攀上更有能力的大姐。我們一個人，尤其是作為演員哈，你可以演好各種角色，但是如果你連自己都演不好，那你何嘗能談是一個好的演員呢？所以我覺得你當下的應該是踏踏實實做好現在。對你的女朋友，你應該做到幾個點。第一個點，學會說不。前女友找你，不靠譜的有曖昧關係的女演員、副導演，拒絕，不要去見面，修好自己的本領。第二個，不要再說你是什麼好男人了哈，洗腳、做飯，然後拍照，這不是好男人。真正的好男人是忠誠、擔當、有邊界感。你不要去偷換概念。男生哈，你不是不可救藥，你才23歲，你的人生劇本剛剛開始，但是你要明白一個道理，演技可以學，但是人品得要先修。然後女生呢，我覺得你值得更好，不需要一段時刻提心吊膽的感情。如果你太在意一個人，並不是說你對他愛得多深，而是你對他的信任太淺。所以我覺得在20多歲的年紀，就算你們分開了，這段關係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開始，因為彼此有更多的可能性去遇見。謝謝木姐。如果想更多了解木姐的觀眾朋友呢，有個非常簡單的方法就可以找到她。我們在微信公眾號添加木姐，別忘了回復愛情保衛戰5個字，會收到我們的新人禮。我有一個困惑，女孩子為什麼面對她一次又一次可能會出現的這種危機與問題，你都會選擇原諒呢？但聽你們說了這麼多之後，我自己有了答案，因為你也身處在和他一樣的名利場，你見了太多可能在這樣的事情當中把持不住的人，迷失方向的人，所以你退而求其次的覺得他還行。但是男生目的性太強，擺在眼前，你真的有那麼強烈和緊迫的生存需求嗎？很明顯你沒有，你連一套房子都能夠承諾出去，所以你要的根本就不是成才。你要的就是現在有活，而且你很享受在這個過程當中接到這些活時候的那種過程，賺多少錢成多大名沒有那麼強烈的誘惑感。所以從男生的角度而言，我覺得你真的對自己的職場與人生有設計嗎？那沒有設計的話，你做的這一系列的事情對於你而言，你又能吃這碗飯吃多久呢？真正能夠在圍城當中過得很好很幸福的人，首先他必須要有腦子，他要睿智，他要有去抵抗風險的能力，而不是切斷它，而是用你的智慧，用你承擔風險的能量，去把一次又一次的危機化解掉。我覺得這是穩定的走進一段幸福婚姻你必須要做的儲備，根本不是說兩個人看起來外形般配不般配，脾氣好不好，他對我好不好，他給不給我洗腳，給不給我做，不是這些東西。他總有一天可能不給你做飯了，
也有一天不想给你洗脚了。所以摆在你们面前的課題各有各的。如果真的想要往一起走，是要彼此都能夠支撐着對方一起變得更強大，而不是說在這一刻我切斷你的，你切斷我的，好像兩個人把所有的觸角都切斷了，你們兩個人孤零零的站在一個孤島上，你們就此安全了嗎？不會的。給你們的忠告，也希望年輕的你們能夠慢慢懂這句話。見了太多的故事，所以很希望年輕人擁有的愛情能夠更完美。說到這。好，未來何去何從，其實該做一個思考了。請你們先回到各自的門後，待會兒看你們的最終選擇。來，請回。登錄微信，搜索“愛情保衛戰”官微視頻號，添加關注。每天晚上8點到10點，我們的導師會來到直播間，解答您的情感困惑，還有機會連麥互動。好，我們來看一下這對情侶他們的選擇會是怎樣呢？請開門。情感問題無人傾訴，渴望專業的解答與指引。即刻打開微信，掃描屏幕2維碼，添加愛寶小助理的微信號。晚8點，微信視頻號官方直播間，資深情感導師暖心陪伴，領取情感溝通課。讓我們助您解鎖生活幸福秘籍，請開門。我認為出來是應該的，我也希望他們出來，也應該會出來。我覺得應該不會出來，會出來，別出來了。出來了，來了，是吧？對吧？他們兩個人走還是可以走的嘛。哦，哈哈，出來啦！你看女生，你那個，哎呀，那手牽的那，哎呦，你放開，你先放開，聽他說好了，咱們再牽手，說吧。剛剛老師們說的，我覺得說的都很對，我也思考了，確實，年紀小不是犯錯的理由，然後我做的事兒確實也不對，那我後面我會去加以改正，後面不會再去做那些事兒。因為現在遇到他也挺難得的，說實話，就相遇這個緣分就需要珍惜吧，我覺得。就是因為我們雖然說談的時間不久，但是我是覺得他確實是說過的一些事情，就是說我不會再這樣了，確實也沒有再這樣。但是他唯一的問題就是，我覺得是跟異性的這個相處，是我不太能接受的地方。但他如果說他能這樣去說，然後加上老師們你們也去這樣說他，我覺得他是會改的，我想給他一次機會。好，所以建立邊界感是你們愛情的第一課，好吧？美好發生，怎能不看？跟看偶像劇一樣。這不是演戲，我們想看。特別賞心悅目。看偶像劇。這不是演戲，我們想看。哎呀，亮燈吧，亮燈吧哈！聽到特別響的一聲親吻哈，這是真誠的。對，希望這個是真誠的，是充滿情感的，不是演出來的。祝你們幸福，好嗎？來，去吧。好，不會。你這男生條件也不錯，臉那麼小，小伙子長得很帥。對，挺帥的。其實機會會留給我們每一個真心的人啊，尤其在愛情當中，雖然不會說真心一定會得到真的是最完美的那個結果，但是付出真心，你一定不會後悔。希望所有的真心都不會被辜負。情感問題無人傾訴，渴望專業的解答與指引。即刻打開微信，掃描屏幕2維碼，添加愛寶小助理的微信號。晚8點，微信視頻號官方直播間，資深情感導師暖心陪伴，領取情感溝通課。讓我們助您解鎖生活幸福秘籍。感謝老師們的分享，觀眾朋友的收看，我們下次節目再會。